大家好，这里是松说新语。LK99的复现啊，掀起了一股热潮。那很多条件不太具备的，或者是短时间买不到相关实验用品的朋友怎么办呢？那就改变合成路线啊，是吧？比如说没有铅怎么办啊？没有铜怎么办啊？没有磷怎么办啊？没有铜粉，没有硫酸铅。B 站网友啊，真可爱呆呢，就以一个新的合成路线，疑似呢就合成了一个半悬浮的 LK99的样品。大家简单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可能有版权，我就没放音乐。这叫真可爱呆，这个网友我已经关注了。好的，这是他做的这个样品。那么这个样品啊，看起来尺寸，我们看大小啊，也不小了。你想想，我们指纹2个纹路大概有1毫米多，所以他做这小颗粒啊，大概长宽高不准确来说，也都在2×2×2这么一个。最少是2×2×3这么一个范围内，所以它做的颗粒还真的是不小的，并且呢也呈现来出一种半悬浮的状态。那这个视频一放出来啊，马上就吸引了一帮大佬在下边评论啊，当然都是网民了，都是他们的花名，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位博士。不过这个事啊，让我想起了前2天我看的那个德累斯顿的论文。我一看，好嘛，英雄所见略同啊。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那篇论文里边呢，列了7种路线，其中呢第6种就和他用的什么路线差不多。这个真可爱呆用的是什么路线呢？他用的是呢氧化铅、磷酸铅和磷酸铜。然后呢，他这个合成方法呢降低了成本和操作难度，并且呢也大大减少了所需时间，因为它避免了这个铜硫啊这些复杂产物对纯度的影响，也不需要最后的这个通氧气退火。所以整个反应啊也不需要抽真空，几个小时就烧成纯度较高的这种半悬浮样品。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看一下人家那个论文是怎么讲的。这德累斯顿那个论文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反应？它现在呢只是烧出来了，还没有做分析。我们看一下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那篇论文，看看那篇论文它到底是怎么讲的啊。好的，这就是那篇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论文。它的标题叫关于制备铅9铜6磷酸盐氧化物的合成方法、相位组成磁性分析以及超导性缺失情况。作者呢是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博士后科学家，叫格希尔塔库尔啊。前面我们讲过这篇论文的。那这里边啊，我们看这个论文，它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之前重点讲过那个 table 是吧？那个表格，它的合成路线，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的？是不是？这个磷酸铅、磷酸铜加氧化铅就在这个表格里边。就是这个第6项，是不是？这一项就和我们看的真可爱呆它的这个合成路线是一样的。磷酸铅加磷酸铜和氧化铅反应就生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里边那个半悬浮的样品。当然了，那这德累斯顿这篇论文啊，从模型上啊，通过第一性的原理分析它的化学式啊，以及它的结构，同时呢也做了实验，是一篇难得的少见的全面分析 LK99 它的这个论文，包括最后呢他们还做了关于磁悬浮分析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么刚才说的第6种样品啊，按照他们的理论呢是观察不到悬浮的。你看这个真可爱呆他们就做到了。而德累斯顿这个论文里边啊，大家看到这个在后边这一页啊，叫magnetic levitation 啊，磁悬浮这块，他说呢，在1、2和7里边观察到了少量的 few tiny flakes response， 少量的些许的那个东西出现了悬浮。但是他没讲第6，那第6就是没有悬浮呗，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说明真可爱呆他们合成的纯度还是很高的，是吧？那当时德累斯顿论文里边他们说呢，在存在磁铁的情况下呢，就是第1、第2和第7个反应路线。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 table 1的时候，不是有7种路线吗？1、2和7的路线里边，那个薄片看起来垂直排列，并且倾斜到和磁铁运动相反的方向。它那个可是薄片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真可爱呆他们做的像一个颗粒，我刚才没讲嘛，2×2×3毫米这么一个颗粒，这在这个早期的实验里边已经很大的颗粒了，说实话啊，你按照和这个手指纹的那个指纹纹路比较大小是吧？再一个呢，就是看来他们避免了
使用金属东西的对它影响。我看他们捅那个东西是个塑料管，是吧？所以这个实验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又佐证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他们的合成路线看起来呢，真可爱呆他们做的呀，可能更准确一些。只是呢，目前来说呀，这个真可爱呆他们这个合成呢，就局限于这个过程上，是吧？那对于这个理论的分析啊，各方面啊还没有进入。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论文里边，关于合成路线里边这个相分析里边讲了一段很有意思。我们看这儿，看这一段啊 ，notably 就这一段，他说什么呢？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呢，只有硫酸铅作为前体与其他气势材料进行组合时，才会形成铅氧磷灰石像。因此，硫酸铅的使用对于 LK99 形象的合成似乎非常关键。对于所有的铅的来源不是硫酸盐的试验，与 LK99 的结果不同。最常见的是单斜晶像。那么这表明呢，通过使用不同化学剂量气势材料的组合来合成相当纯的材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看真可爱呆他们这个团队啊，就合成了这么个东西。总归来说呢，我建议啊，我会把这篇论文啊，发给这个真可爱呆，也会把这个刚才真可爱呆的视频呢发给德累斯顿这几位大牛，给他们看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不管怎么说呢，在中国呀，在抖音、在 B 站啊，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一股科普室温超导合成的这么一个热潮啊。那么这个戏看起来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远远没有到平息的时候。而且呢，可以看出来，这个合成啊，就是他们所有的过程里边，他们没有作假，他有一个视频呢，把他们合成过程虽然剪得很短，完整的做下来了。所以啊，我们看还有更多的事情会跳出来，更简单的方法去合成 LK99。也许啊，在不久的将来，在零期复苏前，我们炼丹的话呢，已经找到方法了。那好的，关于 LK99啊，新的合成路线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